坊间流传东亚有4大邪术：泰国变性、韩国整容、日本美妆、中国美颜。今日有一款数字人头像制作的应用妙压相机想要挑战第5大邪术。近日中文的社交媒体圈疯狂的转载着一些用妙压相机制作的头像，怀着一颗好奇的心，我也试用了一下这款应用。今天我为大家分享一下使用后的一些感受。先说结论，根据我使用后的感受，妙压相机想要成为所谓的第5大邪术，差得太远了。无论从体验过程、产品效果、收费的方式等等方面，通通翻车。为什么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我会逐一给大家解释。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首先，这款应用的开发团队来自阿里的大文娱，就是优酷的团队。那么这样的大厂背景，那肯定会让我们对这个产品的期待很高。那根据他的宣传，他对标的企业，那恰恰是一直在从事证件照和艺术照的天真蓝和海马体。开始我以为它会是一个 app， 那么在苹果商店里搜索了半天，发现了很多在描述里面有妙压相机的 app， 但是根据我多年上当受骗的经验，很快我就发现这些 app 都是假的。一顿打听之下，我才知道原来它是基于微信小程序和公众号的一款应用。所以大家如果要想体验的话，首先要避免上当受骗。咱们国内就是这点强，山寨能力特别强。原版刚上线，山寨的已经铺天盖地的都布局好了。我是没有准确的去看他们上线的日期，我估计这个山寨的能比它原版上线都早。那么接下来我们登录妙压相机。首先第一步，它需要我们上传一张五官清晰的正面照片。那么接下来的第2步，它需要我们补充至少20张照片。那这个就有点为难到我了，因为我平常自拍比较少，很难找到20张照片，而且它还需要多光线、多背景、多角度、多表情。那我勉强凑齐了20张照片以后，它又提醒我还需要补充5张照片，因为它发现当中的5张可能效果不符合他们的要求。那我也没有其他的照片了，所以我就使用了之前上传过的5张照片，又重新上传了一次。那结果成功了，那代表如果我上传20张一模一样的照片，那理论上也是可以的。第3步，它会把我们引导到它的公众号当中，这一点和我们一些传统的使用的应用操作的习惯就不一样了。那么传统我们上传成功以后，你是该交费啊，还是免费使用啊就可以了。那这个他把我们上传到公众号以后，我当时看了他公众号发的这个文章，我并没有了解它具体是什么意思，他写的内容非常的隐晦。客服的话也是机器人，如果你需要使用人工客服的话，他排队的人数非常多，那基本上我们也就只能给人工客服去留言了。那他回复的话，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可以给我们回复。结果操作来操作去，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交钱，9块9，倒是价格不贵，但是你这个交钱就交钱，你没必要搞得这么隐晦。从这个体验上来讲的话，这就是产品经理明显不合格。我交完钱以后，提示我需要等待，提示我的等待时间竟然需要5个多小时。那我跟周围的朋友交流了一下，听说他们还有需要7个多小时的。我是中午11点钟完成的上传，那么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公众号给我发信息提示我照片已经生成了，总体的时间应该有6个小时左右吧。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首先他给我们提供了4张照片，让我们从当中选择一个我们认为效果会比较好的一张。眉眼部分我认为还是有一些像的。那接下来就是他们重点的操作了。我们选定了照片以后，他会让我们挑选模板，通过这个模板以我们选择的这张照片为基础再生成一些其他风格的艺术照。那我们来看一下模板。首先它提供了很多的模板供我们选择，绝大部分都是适合女性使用的模板。
那么男生的话，我数了一下，只有5个或者是6个模板。那这一点的话，我们倒是也是可以理解的啊。那第一步，我们挑选这个晚秋的模板。那我们看一下，首先它生成了4张照片，我们点击每一张照片可以放大。那这4张照片不是很像，这里面还有一个选项，我想更像我一点。那我们点击这个选项的话，它就会在这个基础上再重新生成4张照片。这里面显示预计需要等1分半钟的时间。这4张照片生成完了啊。总体来讲的话，五官的特征跟我有一些相近，但是可以看到它这个人物的五官还有脸型已经有走形的地方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其他的模板。那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焦点这个模板，因为男生可以选择的模板太少了啊。大家可以看到，生成了4张图片。其实总体来讲的话，感觉就是换了下衣服，五官变化并不是很明显。那我们选择1张，让它进一步的去设计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的话，是挺像我的，但是同样还是这样啊，就是你放大了看的话，它会有一些面部会有一些扭曲，然后眼睛的大小啦，一些五官的细节方面并不是特别好。那接下来我又生成了其他几组照片啊，可以供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我突发奇想啊，男生的模板太少的话，如果我拿女生的模板生成一张照片，会是什么样的效果？我们来尝试一下。我们选择这个暗夜萤火，这个暗夜萤火就根本不像了啊，一点都不像了。那我们找一张放大，再让它更像我们一点，试一下这个效果。同样还不是很像。我觉得这个照片从模板上来讲的话，可能它这个眉毛跟眼睛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我们再来尝试一下其他风格的女性照片。我们选择这个牛仔风格，我们选择这一个动作的模板试一下。照片生成了。大家看到啊，这个照片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相似。那我们随便点开其中一个，再生成一个更像我们的照片，感觉一下。这个就特别像了啊，但是就是感觉怪怪的。看了这张照片，突然间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一个台湾唱歌的组合动力火车啊。一会儿我上图对比一下，看看像不像。那么接下来，如果我们觉得哪一张图片你认为很满意的话，我们点开以后，它会有生成高清版的选项。如果你不生成高清版，直接下载的话，它会有很多的水印，这个你肯定是没法正常使用的。生成高清版需要使用2颗钻石。那么生成高清版以后，我们再下载的话，它同样还会收取2颗钻石。我们一开始交的9.9块里面，是赠送了10颗钻石。这样算下来的话，我们总共可以下2张照片。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另行充值这个钻石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充值钻石并不贵，好像是6块钱60颗钻石。如果我们觉得整体这个照片都不是特别好的话，我们也可以选择重置。那么我看他们的显示的话，每一个用户都有一次重置的机会，代表我们交9.9块可以有2次让大模型学习我们生成我们基础图片的机会。刚刚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整体这个妙压相机的使用方法以及一些效果。那这里面有几点我需要跟大家总结一下，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感受。首先还是产品的用户体验方面，我觉得整体这个产品的设计在流程方面用户体验方面是比较差的，这个完全不像是一个大厂的产品经理设计出来的产品。首先我们也是可以理解，它因为是搭载在小程序上面的，所以有些功能并不是特别容易去实现。但是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大厂的产品经理，这一点是很容易克服的，不应该成为一个借口。我认为这都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这就是差。第二，根据我使用这个整个流程下来的话，我认为它应该背后就是采用的 Stable Diffusion 加上多个 LoRa 模型
训练出来的。它之所以生成图片的速度会这么慢，因为它 Stable Diffusion 的模型肯定是搭载它在自己的服务器上的，而它自己的服务器肯定是由于算力不够，所以才会导致生成图片这么慢。但是如果这个 Stable Diffusion 和 LoRa 这个模型搭载到我们自己平常用的 PC 上的话，生成图片都不需要这么慢的时间。而你大厂只能提供这样的算力吗？所以从这点上，我其实是很质疑它这个大厂背景的。但是我们同时又在看社交媒体上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大 V 的号在说妙压相机这个事儿，那肯定是资本运作的结果。那一般的小的创业企业肯定也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那这样就抛出一个问题，那我们的大厂是花更多的钱去做市场，所谓的市场营销，而不是去把资源用在用户的体验或者产品的效果上。第三点也是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厂我认为需要有大厂的格局，你大厂应该做大厂该做的事情。妙压相机这类的应用，我认为一个小型的创业公司完全就可以做出来，单从产品的体验上效果上来说，我认为完全会比它做得更好。大厂拿着这么多的资源，有这么大的资金，拥有这么多的人才，你今天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体验还不是特别好，我认为这不是大厂应该做的事情。拜托，给创业公司留点机会吧。我是大岳，如果你也认同我的观点，或者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